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伊朗的飞弹现在长眼睛了吗？因为有了北斗的导航，再加上俄国的情报，精准的可以猎杀多名的美国的指挥官。现在美国碰到的问题还包括了他的萨德跟爱国者都见底了，中东基地可以说整个被打穿。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一周新的开始，提醒大家，我们的环球大战线已经成立了会员频道，赶快按下加入，成为我们的战友吧。节目开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呢留言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的做回复。好，周一请大家打起精神来哦，继续的加入我们的节目。好，今天3个大主题有关于美伊战事，也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析。首先，我们来关心哦，川普说要狂打伊朗，但为什么此刻又突然间喊停了呢？美军是为了说要保护这些波湾盟友才踩下刹车，还是发现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要打的话，代价实在太大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有中俄提供伊朗在技术跟情报上面的支持呢？第二件事情，现在伊朗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特别做的一个独家报道，说他正在密谋4路要对美国来做进攻，甚至呢，现在已经确定的是锁定了美军的后方指挥系统，已经造成了最新伤亡数字来看到哦，美军伤亡18死624伤。重点来了，这个数字还不是伊朗给的，是美军的五角大厦给出来的伤亡数字，而且被打的很多都是军官跟指挥人员比例偏高，就是这些比较高层的人，代表美军的优势正在被瓦解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武器面了，不管是爱国者的库存暴减60%，或者是萨德现在也都快被消耗完毕了，这个美国的弹药是否亮起红灯？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来深度剖析。还记得吗，观众朋友？前几天川普才放话说，美军已经上膛，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下一波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没有想到，才过短短的1天，突然间宣布暂停了。川普总要给个理由吧，于是他就说呢，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国家希望我们不要打伊朗了，这当中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联跟卡达，因为呢这些国家说，一旦战火全面升级的话，后果是导致整个波湾地区会一起陪葬的。要知道川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跟伊朗有关系呢？因为伊朗在前几天曾经说过，只要美国或以色列真的敢攻击任何伊朗的能源设施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攻击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的油田，还有卡达跟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都可能列入报复名单当中。所以川普只好喊停了吗？好，这件事情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真的会因为波湾的盟友说帮我们吧，先不要打伊朗而暂停这一场战争吗？还是美国自己内部的军事体系出了问题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有关于美军的伤亡数字。好，现在看到是五角大厦最新公布的18人死亡，624个人受伤，是不是因为这数字其实已经太惨烈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新一轮的伤亡，接下来美军说呢，都会归入在海外行动的特别的类别当中，不会再列入这一场战事美伊战事的战争当中了。现在被痛批说，是不是你要淡化目前美军的死伤人数呢？好，更难堪的事情是，伊朗打的还不是最前线的这一些前线士兵。来自《华尔街邮报》特别做的报道说，光是今年3月份，美军科威特基地遇袭，不但造成了美军死亡达到了数十人受伤，但是重点来了，都是这些美军的高阶的指挥官受伤，在袭击当中甚至还遭到脑震荡等等的伤害。而我们进一步来挖深做分析，美军这一批伤亡名单当中，确实都是以军官、士兵、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的这些比例偏高。什么意思？伊朗打的不是前线的士兵，而是在背后指挥、维修，还有跟通讯有关、后勤作业有关的最重要的骨干。另外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精准率在大幅的提升，现在也在说有没有中俄在这背后做支援呢？所以外界质疑中国提供的是北斗卫星，俄罗斯提供的是目标定位的资讯，
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先来看川普为什么突然间他口了，是他发现这个死伤真的太高了，没有办法再打下去吗？那么伊朗能够打进美军的后方，精准的猎杀，不管是他们后面最重要的指挥官、情报设施，这当中是伊朗自己靠自己的技术，还是有中俄的技术在这背后做支援？委员怎么看？对，我想以伊朗跟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相信中俄对于伊朗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只是中俄在操作这个相关支援的这个管道跟方式都相对很低调，所以也很难让美国抓到把柄那么先前美国曾经透过媒体放了一个讯息，说中国大陆这个秘密援助了这个伊朗400枚飞弹那么所以呢才会导致到现在的伊朗的这个战力大幅提升。可是很快的北京政府就否认了那么你说这个伊朗的飞弹打得越来越准是因为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卫星或情报的协助吗？我相信当然有其可能不过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原因就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伊朗才把它真正的压箱宝拿出来。所以先前比较不准的，那是为了要消耗这个美军的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系统那现在他拿出来的是这个相对高阶的这个导弹那么当然这些飞弹的准度就会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美军在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雷达防御系统、这个防空系统都已经被消耗跟摧毁了，所以呢，他要打到就不是这么难的事情了对伊朗来说呢，当然命中率就大幅提高，这个伤亡的这个情况也会严重。然后呢，你说第三个，就事实上有很多的卫星是商用卫星，它其实不是军事卫星的，所以你说伊朗在国际上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商业卫星，它要去出租，它只要付得起钱，这样的商业卫星是一样可以提供服务的那么，但是我回过头来讲，其实川普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的是，各位知道现在是美国要打伊朗，所以这又是主场跟客场的问题了。就美国现在是客场，他要千里迢迢的把他的部队投射到这个战场来。过去美军是靠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基地来做兵力投射，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军在波斯湾的主要的几个基地巴林它有第5舰队的总部，它有一个空军基地；科威特它有陆军最大的这个后勤补给的中心叫多哈营地，它也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卡达它有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阿联酋它也有一个空军基地，沙特它有2个空军基地。但是各位看一下，在过去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的空军基地无差别的都被这个伊朗清洗了好几遍了，包含像沙特，它已经直接宣布禁止美军用它的空军基地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基地，不管是海军的、陆军的、空军的，都已经被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那大家就退回来想说，那美军的兵力投射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第5舰队的这个总部已经被摧毁掉了，第5舰队根本没有办法运补，那你第5舰队的补给该怎么办？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到阿曼的杜库姆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到阿曼的杜库姆港，阿曼自己也要掂量就是说他会不会因此而招致来自于伊朗的攻击呢？所以我并不认为阿曼的杜库姆港是美军或者是阿曼最好的选择。那最后他只能拉到哪里？他只能拉到印度洋中部的这个迪亚哥加西亚岛去了，那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不至于被伊朗的这个导弹或无人机攻击。所以大家看到了吗？美军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它兵力投射的困难它现在的这个原本的这个 F-35是在用约旦的空军基地，现在约旦的空军基地也被摧毁殆尽了。最近看到他干脆只好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来做他这个 F-35的投射这个起飞了。所以当美军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兵力投射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坦白讲，你说在这个时间点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打下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说对中东的国家来讲，他们当然不希望打下去伊朗现在还没有打的是什么？伊朗现在只是小试身手，打了一下这个 AI 的几大巨头在中东的运算中心可是各位知道 AWS、Amazon 在沙特、在阿联酋、在巴林都有， Microsoft 在阿联酋、卡达、沙特跟以色列都有， Google 在沙特、卡达、以色列，这个甲骨文在沙特跟阿联酋这些运算中心一旦被打击，各位知道一个运算中心的成本超过50亿美金，
这个运算中心一旦被打击下去的话，这对整个美国的 AI 产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更不要讲说波湾的国家正准备要靠这个 AI 来创造另外一波的经济荣景。所以对这些波湾的国家来讲，在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美国混下去啊。对，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攻击，它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晰的锁定大部分都是美军的重要的基地，也就是会直接冲击到美军它的重要的补给、兵力的补给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也同样这场战争已经延烧到了许多的波湾国家，都因此受到影响。那现在最新呢，还有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报道说，其实伊朗现在正在秘密的布局下一盘的大棋，而且接下来会从4路来做进攻，采的就是多线计划。这4路包括会有了他的代理人战争，像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跟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只要美军扩大攻击，这4路就会一起齐发。那伊朗的分析人士指出呢，他们正在下一盘宏大的西洋棋，等到对的时间点跟地点的时候，就会发挥最大的效益。另外，我们也来关心美军的死伤人数，现在达到了五角大厦说的18死跟624人受伤，但是他们也说了，最新的这些伤亡会列入海外行动当中，被批是不是要淡化死伤人数？就这个问题，杨老师怎么看？另外，是不是美军轻忽了有关于他们的防空系统的能力？杨老师怎么看？美国现在18个人死亡，620到640人受伤。不过这个里面呢，军官比例偏高。大概这里面有400多位是陆军，为什么？因为在科威特，它是陆军为主的就是基地，那而且刚才谈到，它是指挥所，它是后勤，它甚至是一些防御的中心受到重创，而在这些地方，其实军官的比例就比较高。陆军大概在受伤的620位里面有400名是陆军，而这里面呢有64位是军官。所以这个比例就蛮高的。那这只是显示说，它被攻打的这个基地事实上是以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项目为主。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几十年下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竞争对抗打压，然后呢，这过程当中，美国还陆续的攻占了阿富汗、伊拉克，然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地方用兵。那可是呢，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会对伊朗用兵，而相关的准备几乎是一夕之间就被翻盘。那我的感觉，他们还是比照像以前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一样去打伊朗，也就是说，除了斩首之后，就全部的各式各样的飞弹，然后呢，在海上发射，在飞机上发射，然后去轰炸，那把所有的这些指挥据点或者是桥梁或者是军事据点给炸掉。伊朗应该军事就会瘫痪，革命政权就会瓦解，结果刚好相反。为什么？他们忽略了几个这种不对称作战最重要的关键。其实连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地理因素其实先决定了一切，因为伊朗是一个高原堡垒，而乌克兰是连接各国，所以它的后勤不断。而伊朗呢，它的高原堡垒把它的发展出来的飞弹跟无人机给提升了2成3成以上的这种攻击的效力，然后呢，相对的呢，它没有任何有效的就是防御，他以为爱国者加萨德，那你是在跟谁作战？你跟俄罗斯吗？事实上，这种低速的无人机造成整个刚才我们谈到大多数的伤亡都在这边。不过这边补充一点。伊朗也死了大概3500人，美军的估计，伊朗死亡来到6000人，伊朗受伤是来到大概35000到4万人所以这个说美军这边伤亡惨重，其实是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新闻的报道。是，因此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这一场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就告诉我们一个现在新型的战争这种不对称的优势其实是这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刚才提到。那伊朗的反击当中，对于军事基地，那接下来呢，对于能源设施，然后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对于 AI 的这些资料中心，还有第4个，这个第4个是让川普真的不敢打下去了。他列了一个名单，所有川普家族在这个区域的投资的财产，包含川普大楼，因为有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借来这个挂名的，但是呢，当然会跟他有关系，总共加起来170亿美元。
所以然后他的家族又投资了很多，他的这个女婿的基金也投资了很多，都在这个区域。伊朗把他名单列出来，你再打我就打这些设施。川普马上说我们不打了，我们8月3号要谈判。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目前的最新状况，并且还有看到他的死伤人数等等。那其实呢，美军它另外一个状况，现在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武器库存，现在已经越来越不足了，尤其是在防空武器，它的弹药正在快速的消耗当中。刚刚看到的是五角大厦公布的死伤人数，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他们的飞弹，还有的拦截飞弹的数量了。先来看爱国者，先前是2300多枚，那一度是下降到1000枚，这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现在最新数据预估可能只剩下759枚，最低啦，最低点的话，这样的数字代表是这个一减少了大概60%左右。爱国者防空飞弹同样现在只剩下250枚左右。那大家就说了，那赶快速的生产吧，然后下单吧。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出来大概要2到4年的时间，接下来怎么办？如果真的开战，伤亡还会再持续的增加吗？吕舰长怎么看？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啊，就是现在伊朗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打你川普的资产，这个就印证了圣经里面讲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他现在就不太敢对伊朗动手了。那这个就是他资产的部分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论是阿联酋，那它有这个大楼以及高尔夫球场，在阿曼，那它也有这个相关的度假村，那在沙乌地也有，那在这个我们讲到说卡达的部分，通通不一而足啊。那对不起，那个川普真的是怕自己借来的钱那出了问题啊。那我们以前听到伊朗的飞弹都长成什么样子，听到的都是泥石啊，听到的都盖德尔、伊马德的这些，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完全不是啊。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旧的飞弹，新的飞弹是长成什么样的？新的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巴尔谢坎，也有一种翻译叫做破城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标准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进入到大气层之后，它可以改变它的一个那个航向，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行进。那另外呢，有关于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之前也实际上被这攻击过。那这一个呢，当初当然是没有攻击到了，攻击到美国一定下得更远。那这一枚飞弹叫做什么？这一枚飞弹，其实呢，它叫做这一个霍拉姆沙赫尔4型，都是我们以前很少听到。他以前告诉我们只飞2000公里啊，可是从伊朗最南端飞到迪亚哥加西亚岛就是3862公里，可见它隐匿了一半射程。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射程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原来让我们知道的都是这个比较短程的，例如说黄色的、橘色的。那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它的实际射程可能都是红色的，甚至紫色的。那这也就是他之前提醒啊，保加利亚，就是你再让那个飞机从你这个国土起飞来打我伊朗的话，你要想一想啊。那也就是说呢，它直接的威慑我们讲到的这一些欧洲国家。那另外，飞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当初引以为傲的那个 PAC-3 MS-1的部分，它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的萨德飞弹一样。我们大家看它起飞那个发射的时候，它的侧推它有系统的，那也就是我这里画红线的地方。这个红线我们看到它有非常多侧推的部分，它侧推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改变它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原来都是要应对弹道飞弹的那个拦截的，但是这张图我是引用标准3型啊，让大家参考。那但是呢，现在他为什么跑回去买标准2型？因为他发现他攻击的都是见证者136这种无人机，根本不需要这么好的啊，然后所以他回头去买标准爱国者2型的防空飞弹。那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破片杀伤的一个过程啊。那刚刚其实主持人跟我们讲了有关于数量的部分啊，这个数量的部分其实是真正最严重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在4月那个时候准备要进行和谈的时候，其实对于爱国者来讲，他从原来的2300枚
然后已经降低到1430枚左右，但是现在的数量更低啊。那这一个部分它还是从全世界通通征调来，这个也就是海湾国家最怨怼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你们通通都去防约旦、防以色列，可是呢，海湾国家一颗飞弹都拿不回来。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影响了未来的地缘政治，也就是大家还会跟你美国站在一起吗？对，好，谢谢吕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